除了会摔之外，他的哎呦还没讲完又摔，真的是妖刀魏睿10秒被对手连摔3次，重新站起来的魏睿眼神突变，真当中国选手是吃素的吗？直接一记高鞭腿当场踢晕荷兰拳王，干脆利落结束比赛。这是魏睿在香港复出的一场比赛，结果刚开局就遭到了对手干脆利落的3连摔，整个过程10秒钟都不到，足以证明这个荷兰拳王的恐怖。不过魏睿也不是什么善茬，曾不远万里奔赴日本夺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金腰带。魏睿这位选手也算是家喻户晓的搏击高手，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这个荷兰拳王叫布韦，虽然比魏睿大了1周岁，但布韦的荣誉与地位并不比魏睿高，反观魏睿的威望要比布韦高出好几个层次。毕竟魏睿手中有条最具有权威代表性的金腰带，再次被放倒的魏睿只能尴尬笑了笑。这个布韦由于多次摔倒对手而被扣过分，所以转战来到了 MMA， 结果1回合不到被对手裸脚降服。他的这个摔法不善于自由搏击，善于 MMA， 结果在 MMA 的擂台上技不如人被降服。那是特别会摔，除了会摔之外，他的哎呦还没讲完又摔，真的是他的近中远的拳腿膝技巧相当的全面，真的是有点经典式的教材啊，摔跤的教材，还有一个飞膝。所以今天魏睿上次躲过了加拿大选手波球拳馆加拿大选手丹尼斯的重击，但是呢，今天对上了这位荷兰选手，能不能全身而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又要被摔，哎呀，还好魏睿跑得快。那魏睿自从上场比赛跟丹尼斯打完之后，他知道自己的力度有所不足，所以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刚刚又要摔了，差一点被神圈给救了。好，接下来看了一下大胡子布韦特别擅长腿法进攻，那是因为荷兰是一个全民打拳的国家，拳法方面自然不能小觑。然而布韦却在自己腿上发现了天赋，他所实施的所有摔法都是用腿制造而来。被多次摔倒的魏睿也从中获得了经验，则是增强了防摔技巧，以此来防御布韦所实施的摔法。现在要做一些散打的涮摔，但是呢没抓到他的脚裁判官说你这种摔法是不行的。那目前呢，国内观众认为魏睿是颜值颇高的一位选手，蛮有希望的。踢到了裆瞬间终止。一裆还一裆，哇！被踢到裆部的魏睿十分坚挺，经过短暂的休息过后，则是示意裁判比赛可以继续。好，魏睿深呼吸之后说：“他行。”我们比赛继续。可以看到，双方腿拼腿。真的是踢的都响彻云霄，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那我们这个蓝方选手他做一个转身的后踹，踹到了，还好踹到了魏睿的髋骨，没有踹到肋骨。布韦的腿法进攻十分危险，所打出的每一腿都有可能命中魏睿的裆部。然而魏睿则是继续实施试探动作，尽量将比赛局势控制在近距离。反观魏睿已经好几个月没打过比赛，对擂台的比赛规则还是比较生疏，对擂台环境也是比较陌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魏睿也玩得很开心啊。You are my hero tonight， 登上你的擂台，快！武林风云再起，天地你最豪迈，我们一起为你喝彩。我们即将进入第2回合。2015年武林风年终功夫盛典将于2016年1月20。第2回合开始了，布韦的进攻攻势明显增强了几个等次，反观魏睿则是利用灵活的步伐来与布韦进行周旋，
只要进入到内围对抗，魏睿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一直在进行腿法进攻的部委也开始逐渐转换进攻思路。本想进攻魏睿下三路的部委开始将重心放在上三路。好，为了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还没有完全发挥效果。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荷兰选手他的高手踢啊，其实是可以连发的，所以待会魏睿要小心点啊！刚一摔没摔成，立刻连续动作再一个袭击。这是一个南方选手高杆的地方，动作非常的多，让魏睿啊有点吃不消。南方选手招式变化多，落点多而且有时候啊，你在忙着抗摔、忙着做一些平衡的时候，对方又会接着转变招攻击，终于被推走了。好，熟悉比赛节奏的魏睿开始以牙还牙，打得越来越顺手，越来越舒适。只要部委敢发起主动进攻，那么魏睿绝对会对部委发起针对性反击。进入到内围对抗的部委一点思路都没有，除了巴拉魏睿还是巴拉魏睿，根本就做不出任何有效进攻。哪一起？好，刚刚魏睿打一个防反。目前进入的肉搏战，近身袭击差点上头。我看到这个蓝方啊，荷兰的大胡子还是相当有一套，又接到了腿怎么办？被魏睿抗住了。其实接到腿，对方如果抗摔的话，被逼无奈的部委只好选择双双倒地，不然魏睿还会对部委发起有效进攻。倒地之后，部委还可以获取短暂的休整时间，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先前获取大比分优势的部委，劣势也越来越明显，优势正在被魏睿一点掠夺。刚刚南方选手做了一些变化，摔不成就变成后手的重拳。那魏睿啊，现在开始要采取一些防守反击，往后稍微退一小步，然后再向前进攻。蓝方也是往后退一小步，但是上前进攻步伐蓝方没跟上。蓝方其实他的步伐并不是十分的好，而且他要向前追击的时候，他重心不对，有点太过偏前面，这是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步伐要跟上，步伐要跟上自己的重心，自己的重心不要跑到你脚的前面去，失去平衡。被魏睿反击，但是呢，刚才蓝方又打一个防反击。Round 3 You are my hero tonight， 登上你的擂台 ，Fly fly fly， 呼凌风云在西天，离你最好来，我们一起为你喝彩。You are my hero tonight。第3回合开始了，部委的眼神突然变得扑朔迷离，意识也变得不清晰。结果魏睿直接一记高鞭腿缝上，直接打了部委一个措手不及。这一脚直接将部委前面所获取的优势如数交出。不过部委前面并没有获得太明显的优势，所以这一脚直接将部委踹进了深坑当中。这个高鞭腿真的是太漂亮了。那裁判叫了，慢慢起来，先休息一下，等恢复好再站起来。糟糕了，糟糕！牙掉下来还是有点是不能打还是怎么样啊？还可以打，但是呢，脚步有点站不稳啊。他还想打吗？比赛开始。这个魏睿啊，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糟糕，有点撑不住啦，会不会击倒第2次了？目前还是在恍惚的状态所以可能会被魏睿给吃掉啦。还不等部委缓过神，魏睿的拳脚进攻就已经打在部委身上了。这一刻，
魏睿拥有了以牙还牙的能力，前面3连摔让魏睿丢尽了颜面，后期的魏睿可不是好惹的，只要让魏睿抓到一个细小的机会，那么魏睿就可以将这个小小的机会无限放大，直至终结对手才会善罢甘休。要做到了背后，我们魏睿只要守住，这一场比赛就赢定了。又一个很清脆的倒边。太漂亮了，魏睿还要追招，他的高边真的是非常的清脆，这个技能空手道来，他要赌一把舍身的转身的踹踢。擅长摔法和腿法的部伟，此时此刻已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在魏睿面前，部伟就像是一个透明人，根本无法实施太多的进攻动作。只要部伟想发起进攻，那么魏睿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防守和反击。然而部伟也没有因此而放弃比赛，而是继续保持警惕的状态来与魏睿进行对峙。近身了，推倒这个算击倒，这个牙套戴不上去，现场给他一点嘘声，好加油！魏睿的后手重拳打穿了他的报价，这个帅来给了帅，这样行不行呢？我不知道要看裁判那对方应该没有吃过这样的摔法，所以他搞不清楚对方要干嘛。比赛结束了，最终俩人大战了3回合9分钟。之前占据大比分优势的部伟，到后期也脱离了原有的比赛节奏和赛前所预定的计划。对于部伟来说，这是击败魏睿最佳时机，而且赛前还做了大量的攻略。不过魏睿这位选手太过恐怖，就算几个月没打比赛，照样可以与天天都在战斗状态的部伟打得有来有回，不分上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比赛结果红方胜。最终魏睿获得了比赛胜利。复出之战就该这么打，大家感觉魏睿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魏睿的硬气。